新农场企业翔腾企业高价收购你的纸。本频道由 Rhino 现代战场场地提供。美发多暴击 ，BD 暴击 ，BB 弹啊，好想破千赞啊！大家好，又是我我又来了，小罗 ，A.K.A 东京外乡人，不是外乡人，乡巴。这一次为什么装备穿这样子呢？身为一个称职的生存玩家，在家总是要穿着装备，拿着枪到处走来走去，对吧？今天来介绍一下上一次介绍过的 DAS 有一些小小的更动。上一次 DAS 介绍完之后呢，那个 CUAD 的小赖他们在WAG的影片下面有做一些留言，然后有跟我说 DAS 的 Hub 座啊，在国外有做一些更换，然后有说好像能够兼容 VFC 的 Hub 系统。那我那时候也想说，真的还假的？我就上网稍微查了一下之后发现，在日本的网站上面的话是有看到说，他们有人使用 VFC 系统的 TNT Hub 座跟瓦斯的精密管跟瓦斯的 Hub 皮做改装在 DAS 上面之后，发现装了上去。后面有联系了 CUAD 他们之后，那他们也愿意送我一个，真的感谢他们送我一个新的 CUAD 选力大师的 Hub 座。安装上来说，我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太大问题，有可能是我枪就刚好装上去，没有太多修改。我看 TNT 的话，他们好像有人有把那个它的外围再稍微打磨了一下，我这边上是没什么问题。我这边有拆下来的 DAS 的原厂 Hub 座，这是它原厂的样。它的 Hub 座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个螺丝会在这个里面，会去推动这一根杆子，这个铁杆会被枪管内的弹簧推向 Hub 座，被推进去。那它越往里面推，它的 Hub 就越强；越往外面推，它的 Hub 就越低。当初这个东西刚拿到手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直到我下场之后发现，它的控制 Hub 强弱的螺丝有一点点松掉，因为这一把枪就是那个枪机会在后面一直在撞它的 Hub 系统，它的那个枪管那边嘛，导致它到最后就变成最强的 Hub 状态，那个子弹就会非常夸张的往上飞走。我那时候想说，哇嘞，才刚介绍完这把枪的影片，才刚发出没多久，怎么办？它的 Hub 要怎么修？因为它原本好像是用螺丝胶去增加它的稳定度，让它不要这么容易转。我自己买那六角太细，我怕螺丝胶滴进去之后转不到，它画傻更惨。最后解法就是 CUAD 的 Hub 座直接装上去，那个准确度不得了。废话不多说，现在看我们的 DAS。外观上来说的话，跟上一次比有差蛮多的差别。枪管原本是更长的，好像14.5寸，现在我把它改成10寸左右，10.5左右吧。火帽的话，我是用那个复刻的消焰器。护木的话，我最后还是选择了 URGI 造型的黑色护木，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一款的握起来啊，我的手握的是尺寸刚好。我之前在WAG的影片，他们那时候来日本打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先换了这个枪管了，可是护木那时候还是使用一个香港牌子的电枪的那个护木，在那个4EP 买的，那个二手的护木的话，大概好像也才2000还3000日币吧，就是真的很便宜。买了装了之后，外观上好看，但就是刻字可能就是他们那个电枪的牌子的刻字。缺点就是它的握把真的太细，我的手握上去之后，我是这样的，我不喜欢整个手是握超过那个护木，就是我想要护木还是有一点那个握着的那种空隙，那个 RSOB 这样。所以我最后还是换了 URGI， 上一次下场打我觉得还可以啦。其他部分的话呢，我从之前别枪拆下来的手电筒跟这个装饰用的电池盒，枪管护木这边讲完之后，枪本体的话呢，弹夹我有去做一点小修改，就是我把 PTS 的全部都换掉，因为它的推弹的这个弹簧的部分，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它有点硬，导致说我之前用马路里的那个填弹器的时候，我把我的马路里填弹器的下面齿直接转到光牙，现在是拜托我看能不能把它修好。它那个不只是马路里的填弹器不好用，我连一般的手压的填弹器都按不进去，就想说怎么回事？我才填了10发子弹，怎么就卡住了？导致有几次下场打了一场之后，然后下场之后填弹之后发现这填了几发而已，结果下场发现根本没填进去，打一打子弹就没了，就觉得很傻眼了。反正之后应该都会换原厂的，我觉得原厂的就比较稳定一点。瞄具的部分的话，我不确定是复刻还是单纯高仿嘛，反正就是 SIG 的罗密欧，我换成这一款是因为这个它其实装在瓦斯枪上面来说，我打的时候发现它其实也没有很容易跑掉，所以大使这一把也是蛮好用的。另一个部分是因为这把枪我觉得它整体的比例上来说没有这么的粗犷，那我觉得如果放那么大一颗，它比例怪怪的，我觉得这个装上去比较好看，好看比较重要，所以我就把它换上去了。那之前那颗就给我的C6，内部的话就是改上了 CUAD 的 Hub 座，近乎不痛装上去之外，我还把管换成的 PDI， 那么就日本的那个精密管那我换成6.01，长度的话是跟这个枪管一样长的长度我忘记多长。目前的表现的话，以日本的出处来说，用.25的子弹可以打到40公尺左右的目标。我之前测试的时候用.3可以打到一个手掌大的盘子，40公尺。如果是40公尺.25的话，可以打中一个大概这么大的油罐
以日本的距离来说，我觉得还不错，它还打蛮远的，而且很准。这个枪到现在目前为止非常的满意。买上它的合作之后，它进屋就是除了弹夹真的是太贵了，而且不好买以外，目前无可挑剔。马达的部分我也做了一点修改，之前的原厂马达的话，它已经有一点点老化了吧，或者是碳粉剂太多，它没开枪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重的那种，它就是胶的味道。开了几枪之后味道更明显，所以我那时候就网上看到，有人卖二手使用了不到1-2年左右，而且也不是每天都在用的那一种，DAS自己出的强化马达，装上去之后，目前打下来感觉是可以是说没有味道，不会有那个打一打之后出现那个好像烤焦了的味道，没有，现在就是马达稳定，然后整个枪的弹道也是非常稳定，这就是目前DAS的改装的部分。真的觉得贵有它的道理，可是还是有些小缺点啦，但是它的整体的感觉还是让人蛮舒服的。下一把，上一次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不是穿了国军的装备，整套国军数位迷彩，然后跟背心那些嘛。虽然说那个背心是我朋友的，但是我是真的有数位迷彩的衣服跟自购造型的国军装备，我没有办法直接穿国军，因为那一套那个背心真的，我朋友穿的都觉得有点后悔。枪的部分的话呢，那时候 T91是我朋友，我自己也是有这把 VFC 出品的瓦斯枪 T91。这一把枪的话，目前我玩了下来大概1年多，外观上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几乎都是原厂 VFC 的，因为那时候其实就蛮好看的。瓦斯的那个导气的那个模组这一块，原本下面是一个鱼骨，我就看到他们特战的影片，把这种快夹式的手电筒夹在下面，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看的。虽然说我看有一些现役还是退役人员，他们梦到的场景是说这个地方开枪之后非常烫，所以其实不适合锁任何东西。反正玩具枪嘛，打的都是这边变冷，这边根本不会有温度变化，我就先装上去，反正好看。然后这边的话一样是那个 Megapro N-Lock 的副片。那这一边的话，这个牌子的握把我也忘记了，当初好像是真品吧。我看他在那个三创的1楼那时候有特别的专柜，就是都卖他们这一个牌子的配件。我那时候看觉得这个感觉蛮舒服的，蛮好握的，我就买回来之后就装在 T91上面，一装就装到现在，没有换下来过。护木的话就是 VFC 当初出的那个特战版。枪身本体的话呢，外观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握把我把它换成了 Megapro 真品的那个，我忘记名字了，反正就是黑色的握把，整体握起来是比国军原厂那个超级倾斜的握把还要舒服非常多，推荐给大家。这个也不错啊 ，VFC 他们自己出的 BCM 的握把也不错。枪身的话，这边有做一个刻字，就是刻上了5.56公里T91步枪中华民国制，然后跟数字厂的 mark， 然后跟它的编号。弹夹的部分的话 ，VFC 还蛮有心的是，它做出了国军的 T91或者是65K2上面的这个小凸起，就是为了防止射手在装弹夹的时候，因为可能过于紧张或是干嘛，用力上弹的时候导致弹夹就是插入太多，导致上弹不顺之类的问题的小心思。实战上来说如何，我是不知道，因为我也玩过真枪的 M4，我也不知道如果真的推太大力把它推太里面会不会怎么样。反正就还原枪托感，这个是应该是改动最大的地方。原厂的 T91 VFC 出的是完全仿真1:1复刻，所以枪托感是跟 T91 一样，就是特规的，所以特别粗，一般的枪托是装不上去的。所以我用了大概1年多原厂枪托，那我后续就觉得真的是没有那么好用，之后我去买了一个便宜的枪托感，就刚好就装上去了。我也不知道哪一排的，就阿妈早上订的。然后这边再加了一个可以挂枪背带的扣环2个，然后枪托的话是换成了 Megapro 的复刻品，好像是 CDR 忘记了的枪托。这一款瞄具我也忘记是哪个牌子的，反正去枪店问老板问就说有没有推荐的红点啊，比较便宜的，给他大概预算，还可以推荐我这一颗，我就买来用到现在，我觉得还不错啦。内部看起来的透度是蛮透的，以外它的圈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小，没那么窄，所以其实能看到视野蛮宽广的。外观上大概是这样子。内部的改装的话，其实也下了点功夫了，管换成了独角兽的6.03口径，长度的话一样是蛮管。HAP 系统的话，我是有改成 CUAD 的旋力大师，这个是我自购的我没有跟人家在要我觉得要支持人家还是得买人家的商品。弹道表现的话，目前在日本瓦斯枪来说算蛮准的。内部其他的更改的话，有一些部分我想要推荐在日本的台湾人的生存玩家或者是参加比赛射手，如果你们想要拿 VFC 的瓦斯枪在日本玩的话，有一些地方我还蛮推荐改。之前我参考一个打9公斤瓦斯的香港人的影片，他是推荐换成这一种比较轻量化的缓冲管，这个是还是有点配重在里面。我之后想把这个pin拆掉，把里面东西拆出，让它再轻一点。弹簧的话，他们是推荐换成 W1 的弹簧。枪机本身的话，他们是建议换成比较轻量化的版本。整体来说，打起来的感觉会更丝滑，不会因为瓦斯的压力不够而这么的粘着的感觉。我当初改之前的时候，日本的便器大家也知道，就是打起来真的是啵啵啵。这样子改装完之后，有比以前好了很多。但现在冬天的关系，我挂着给大家看，打起来感觉真的不是很好。来，上一次乌阿哥他们来的时候用剩的，我们来换一下这个 HC134A 日本的冷媒瓦斯。
那现在的日本气温大概10来度吧，室内温度大概可能我看应该可能20度啊，现在感觉蛮热的，又或者是我穿太多了。那我们现在看它半自动，还是有点黏呐。再明显一点就是3连发的时候，哦，哇，我3连发坏了，全自动呢？全自动 OK， 3连发坏了。现在可能真的不适合瓦斯枪来玩。来全自动。差不多是这样，等夏天再拍给大家看它的弹道，在我的频道更新我下场的影片的时候，可以去看到它的弹道表现如何。反正目前这一把枪我玩了1年多下来，我觉得还不错，蛮推荐大家买的啦。因为如果是想要玩国军，然后又喜欢 T91 的人来说，现在有出 T91 的瓦斯枪，可能只有 VFC 跟 W1 是便宜没有错，整体表现上来说差强人意啦。全原厂下场的话 ，VFC 这一把我觉得它就真的是修口短袜，不错的外形，仿真的设计，打起来的后坐力，其实以台湾的瓦斯来说，它的后坐力比 W1 还要再更强一点，弹道也不错。我是觉得这把真的是 CP 值非常高，唯一缺点是在日本它还是比不过马路语的设计，因为马路语就是为了给他们国内用的变剂去用的瓦斯枪 ，VFC 的话还是会有点水土不服的情况，所以还是要稍微修改一下。这是我的 T 勾腰，之后如果有大家有去看我的影片的话，可能会看到我更新 T 勾腰下场影片，佛系更新我也没什么在管。最后来一个马路语新的4世代的下一版新版 Evoluto， 这一把枪的原始状态是最一般的 M4A1， 这边附一张图好了。就是最一般的 M4A1， 我把它改成了我喜欢的样子。这个是去年的12月24号发售当天，其实我还没那么想买，但是就25号圣诞有人拿了我的钱包，然后就莫名其妙在秋叶原就我桌上怎么多了一箱东西了，全部给他买齐之后，就下场打的时候发现它真的很屌，内购全原厂，它的弹道是可以用.25打到40公尺把以外，如果用.28、.3的话，它是可以达到40公尺的爆头。在日本的一般电枪来说，你要在40公尺爆头，对他们来说是还要再特地去改装的东西。这东西不用，这把就是可以达到40公尺。所以它之后如果再出任何精密管，让它的弹道再更稳定的话 ，Oh my god， 它不得了，它真的会很猛就对了。我们现在介绍它的外观，枪管的部分，之前影片好像没有出现过的那个复刻的修发的面影管，火帽的话也是就是一整套的啦。那我觉得蛮神奇的是，这一款能够装上刚刚大使的那个火帽，他们可能是同一个牌子复刻给同一个复刻整个牌子的东西都可以用。那我是先装在这上面，毕竟它震动没那么多，比较不容易晃动这样。然后手电、雷子器，这都是之前大使里面拆下来的。护幕的部分的话呢，我换成了这一个也是复刻品的，我忘记名字叫啥来着了。反正最近 VFC 有出一把那个 L403A1， 那一个枪厂出的那一把护幕我很喜欢，所以我就买了黑色版本给我的 Evoluto 来使用。装上去之后，目前感觉起来手感还不错。我之前是先给它用刚刚讲的另外一个电枪牌子出的护幕，一样的问题就是它的握把有点太细了。这一款的握把就是刚好像我刚刚讲的，我的手握上去之后还是有点没有完全握住的那种感觉，有在握枪的感觉。这边的话一样是真平的 Megapro 握把跟护片复刻的主尾固定器。这边的话有一个 Megapro 造型的枪背带扣，那之后可能还会换，因为这东西我也不确定它到底牢不牢靠。如果哪一天断了，枪摔在地上我会很心疼。我现在都是轻轻的挂在身上，让它不要太多的断的可能这样子。枪身本体的话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它这一次都是完全新出的特规版，所以枪身这没什么好改的。弹夹的部分就是底部做了一个比较好拿的处理，因为它的弹夹本身外面的涂料摸起来其实蛮滑顺的，所以戴手套的情况下，它其实你在抽的时候是很容易一抽它就滑掉了。所以我把它用这个让我手在拿的时候比较好拿。握把的部分的话也是原厂的，可是这边要帮马路易讲一个还不错的点是，它把马达瘦身了，做的比较薄一点点，所以它的握把握起来很像 NWS 出的那一种瓦斯枪的那个握把。枪身本体的话，因为它把里面的 box 全部翻新过，所以它的枪身整体来说的尺寸更贴近真枪或者说瓦斯枪，不像电枪，因为 box 会比较肥一点，它其实蛮瘦的。那整体的上来说，弹夹稍微沉一点以外，枪身本体其实也还行啦，反正就全金属的嘛。里面的话一样就是下半部的电子扳机就藏在这里面，然后它的齿轮，然后跟它的电线走在后面。这边我是有装一个护盖啦，以免没有在用的时候电池被压到。这边的话就是上枪身，这边我就不多做赘述，因为能讲东西太多，它能改东西目前还不知道，但是里面的东西真的是蛮牛的。电池的部分它都是装在枪托杆里面，它有一个专门的电池，对他们很尖，有一些厂商出了转接入，让它可以绕过，我不知道
他们怎么样认证的那个协议，就是说原厂的接头你不接这个电池，或者是马路里其他出的电池，它是不会通电。有一些外厂的 Litex 还是他们出的那些转接座，好像可以用别牌电池，但我也不确定是怎样做，反正目前是先用原厂的。这电池表现我觉得还蛮厉害的是，它才800毫安时，我可以打一整天，它还算蛮让我惊讶的，因为我上一次打了一整天，我大概10点多到现场，我从11点开始打到下午3点4点，还够用啦，还够用，顶多可能就是再带1颗去备用，或者是带充电器，午餐休息的时候充个电，下午还是一尾活龙。它其实单价也是蛮高的啦，大概要6000块日币1颗。枪托感，原厂枪托是先用 Megaport 真品的，我忘记型号了，反正就是 Megaport 的真品枪托，它比较不会动，它是很稳固在上面的，它不会太多的阿手比在那边扣，这个拿一体还蛮好用的啦，所以我之后可能其他的都会换这一款，反正它价格也相对比其他真品来说，它算比较亲民的，它算亲民。这一把枪的外观先大概介绍到这一边，那内部的话，我等之后有机会我再去改看，因为它的管、它的皮、它的所有东西都是之前的 MP5 那个时候出的系统的翻版，它就连说明书上面你要叫号去跟它定它的枪管，或者是他们定它的皮的编号都是 MP5 杠什么，它的管跟皮就是 MP5 那一套组而已，它升级的就是它的枪机这一块跟它的整个系统上的差别。目前为止这一些就是我这一次秀出你的枪系列要讲新的东西。那如果喜欢这一类的枪支介绍，或者喜欢生存游戏的人，一起来秀出你的枪，参加这个系列，把生存游戏拓广出去，让新手也可以知道说，哟，大家的枪大概什么样子，我可以怎么去配，让大家一起来参考，让大家一起来玩生存游戏。如果想要参加这个计划，都可以到 IG、FB 或者直接 YouTube 去跟黄标技枪人吴阿哥联络，他人很好，我在国外都可以参加的，在台湾的大家一定也可以参加。在最后，我主委加码一下 G17 瓦斯枪，究竟在雪地零下1度2度的地方，或者是说个位数温度的地方，马律的军 fight 能不能激发？直接放在后面结尾的地方给大家看。我明天拍来看，如果可以成功的话，大概先到这一边哦，拜拜。最后主委加码，马瑞跟7捐发，究竟在这个下雪天气能不能打完一个甲？对，就他妈痛苦，怎么半夜他妈笑吧？半夜叫老在哪里？啊，还是不行。